世界上最奇特的10个居住地，第1名据说鸟都飞不上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居住地可以多种多样，从繁华的城市到寂静的乡村，从海上到山顶，人类总是能找到适应各种环境的生活方式。他们选择居住在这些怪异的地方，其背后真实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地方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过去？今天就关注收藏后，跟着阿军一起开启今天的探究之旅吧。奇特的居住地第10名，三宅岛。在离东京以南约100公里的地方，你会找到三宅岛。这个小岛拥有美丽的风景、安静的海滩以及致命的毒气。那里目前有3000人居住，他们每天不得不戴着防毒面具生活。其原因是三宅岛恰好位于一个火山附近，该火山在1085年后分别喷发过14次，定期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硫。这种气体比空气重，虽然小量还可以被忍受，但长期接触会导致窒息。在2000年时，一次特别剧烈的火山爆发后，大约3600名居民被疏散，但在5年后，有些人居然决定回来。事实上，这3600名被疏散的居民中，近2800人决定返回。只要空气有一丝不对的气味，全岛都会发出响彻天地的警报声，居民们就会戴上面具，继续他们的生活。他们似乎天生不惧怕毒性一般，在这里继续种地、上学、结婚。如果你想参观该岛，记得先准备好面具，并在之前进行呼吸科检查，以确保你的肺部能承受。奇特的居住地第9名，燃烧的小镇。你如果看过寂静岭，那么请一定要了解这座小镇，因为那部影片的原型就是来自于此地。它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小镇名叫森特勒利亚。该地最有趣的特点是它一直在燃烧。这一切都始于1962年，当时此地只是一个有垃圾问题的普通小镇，居民们将废弃的矿坑当作垃圾填埋场。市议会提出通过烧掉所有这些垃圾来解决问题。不幸的是，这场垃圾火最终烧到了一个废弃的煤矿里。小镇位于一个巨大的地下煤层之上，蔓延的火焰点燃了这些煤层，并一直在燃烧。如果你觉得火在地下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地下的火仍在燃烧，烟雾从地面渗出，其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这是对人类有致命危险的气体。长期燃烧的炙热土地导致道路和建筑物坍塌或直接沉入地面。随着年月的推移，更多的人搬走了，然而也并非所有人搬走。该地1962年火灾之前有3000人，到目前仍有5人居住在如同鬼城的小镇。对于他们宁可呼吸一氧化碳也不搬走的决心，我表示很困惑。奇特的居住地第8名，洞穴居民。在湖北当阳市城区18公里，有一处奇特的建筑，在绝壁之上开凿着很多洞穴。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些是玄墓，然而这里曾经的确有人居住过。洞穴开凿年代早至汉朝，晚至清代，是迄今中国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洞穴群，距今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这里曾经因有土匪居住，所以也被称为土匪洞。当然，它原本是叫傅家岩屋，是百宝寨景区目前唯一开放的一处岩屋群。2排岩屋共15间，上6下9，凿于红砂岩研制的绝壁半腰，每间一个洞口，洞壁厚70厘米，高1.6米，宽80厘米，洞口离水面5至8米。出行必须得依靠攀岩，十分不便。洞内宽敞、干燥明亮，一些洞中还早有当时生活使用的家具。同样的，还有一处石洞，位于陕西旬邑县，名叫赵家洞石窟或狼天洞，大体坐西朝东，南北长约200米，全部在石崖上开凿，一共3层。完整的洞窟有45孔，每孔洞窟高2米，宽3米，深4米。赵家洞石窟历经1000年，风采依旧。有人说这里是西周祖先的生活遗址，
有人说这里是宋金交兵，百姓隐居之所，是是非非已无从考证。对于该地的险要，清朝诗人周崇雅这样写道：岭楼依壁下无地，云阁飞空上有天。奇特的居住地第7名，悬浮的岛屿。这些湖面上的房子都建设在芦荟之上，它们没有根基，甚至水面之下没有木桩作为支撑。这些建筑位于秘鲁和玻利维亚交界处的蒂蒂卡卡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泊，也是南美最大的湖，平均海拔3900米。这里是印加人的圣湖。这些漂浮岛是由一种名叫 Tatora 巨型芦苇编织而成。一个浮岛的寿命为15年左右，需要不停在上面铺新草，维持岛屿的浮力。所以你在上面行走的时候就上下漂浮，对于人们的平衡力是一种考验。这些岛屿总共有大约60到70个，居民共计3000人左右。岛上居民只能靠太阳板发电，当然出行的话大多都是依靠这些竹筏。奇特的居住地第6名，上海天安千树。这座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的独特巨型山形建筑被称为现实版的巴比伦空中花园。这些建筑主要的功能是作用于商业广场，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这些如山一般宏伟的建筑有400个露台和2万多棵植被，由英国设计师马斯·希瑟威克设计，以黄山为灵感建造而成，因其独特的外形也成为了众多摄影爱好者的打卡去处。然而因其周围交通不便和内部高端的消费，这个耗资200亿打造的建筑奇观却面临着顾客寥寥的困境。不过这样的建筑也的确给上海的城市风貌增添了美丽的一笔。奇特的居住地第5名，人工小岛。这座位于湖中央的小岛是由2夫妻耗时25年，用24万件废品打造而成。他们在这里已经居住了32年之久。小岛位于加拿大温哥华西海岸。最开始他们是用木头搭建，但后来开始使用金属以及塑料等无机材料。因为木头会随着时间腐烂，而无机材料更具耐久性，其总重量达到了450吨。小岛的各个房屋都是用绳索链接，所以当刮大风的时候会左右晃动，但始终保持一个整体。岛上设备齐全，不仅有太阳能板，还安装了绿色废水系统，可以把厨余垃圾燃烧成水和2氧化碳分解掉。这里也有菜园，他们通常都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同时一些常用的草药也有种植，以备不时之需。当然肉也是必不可少的，平时都是老爷子去钓鱼，蛋白质有足够保障。同时2夫妻也是艺术家，他们会使用自然元素来进行创作，偶尔需要用钱时会把自己的艺术品拿到镇上卖掉。奇特的居住地第4名，瀑布里的居民嵌于岩石之中，位于瀑布之下。这就是地处贵州赤水天堂岩的奇特景观，据说是贵州军阀周锡成干女婿的老宅。这里历经100多年的历史，以前有10多户居民在此居住，后面也都逐渐搬走了，直到2021年仅剩3户居民，基本也都是老人家在此生活。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殖家畜，种植蔬果，吃着城里人梦寐以求的柴火饭。这里曾经有外地老板想投资开农家乐旅游景点，老人家说给800万都不搬。不过据说现在此地已经全部都搬走了，至于目前此地的用途还暂不得知。奇特的居住地第3名，鱼岛。
这个看起来酷似航空母舰的岛屿，就是日本著名渔岛，也称为军舰岛。这孤零零的岛屿上有非常多的建筑群，虽然如今已经荒废，但曾经这里也人声鼎沸，甚至有害人的故事。这座岛是在1810年被渔岛家族发现，此地有煤矿，因此得名的。后面在1890年被三菱公司收购，随后大规模开采。它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然而这表面的风光下却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它被棒子人称为地狱之岛，因为这里曾有强迫劳动的黑暗历史。从1940至1945年，有500至800名朝鲜人被强制带到此地充当苦力。这位老人正是其中之一。老人说，当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很多想逃跑的人都死在了逃跑的路上。时过境迁，1974年因为日本的石油代替了煤炭而关闭，军舰岛也在那个时候关闭，并撤出岛上所有人员，随后变成一座废弃的无人孤岛。如今此地已变成了旅游景点。奇特的居住地第2名，海拔最高的村子。这个村子因其地处5070米的海拔，而被称为世界上最高的行政村落。位于西藏拉萨浪卡子县打龙镇，离拉萨300多公里，也被称为距离天堂最近的村子。背靠喜马拉雅山路，依傍着清澈深邃的普莫雍措湖。这里因为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一半，所以当地平均寿命都不到45岁。村里很多人都搬走了，但目前依然还有100人左右在此地坚守。他们每逢饭点都会聚集在一起，席地而坐，共享美食的同时也会聊家常。而每家每户都会轮流负责为全村人煮饭。当地居民主要以放牧为生。这里虽然地处偏远，但都通电通水通网络，不禁感叹国家基础建设的强大。奇特的居住地第1名，悬崖村。这里号称中国最危险的村庄。这里地势险峻，连鸟都飞不上去，猴子爬着也难，其进入难度之大，甚至超过了登天。这里海拔1400多米，与地面垂直距离约800米。你很难想象，这些危险的动作对于当地居民竟是家常便饭。在这悬崖之上住着72户人家，并且一住就是200多年。他们的祖先是为了躲避战乱才徒手攀爬到此地。据说村子的男居民基本没可能娶到外地媳妇，因为谁都不想每天过着双脚发软的日子，并且村里女孩子出嫁彩礼也会比其他村子低上好几万。因为安全问题，很多学龄儿童并没有进过学校。正常人攀爬此地来回需要5个小时，而身手敏捷的村里人也要2个半小时。这里原名是阿图勒尔村，因为其险峻才被外媒称为悬崖村。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2016年之前一直使用藤梯，出行十分不便，甚至时常会有村民因此丧生。在2016年8月后开始建设钢制的梯子，并在2016年11月初建设完毕，梯子共计2556级。虽然行走时依然心惊，但至少村民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如今此地已经成为了出名的旅游景点，当地村民也有了客观的收入保障。好了，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看完所有内容的你，觉得哪一个才是最奇特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神评论。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关注支持阿军，或者进入主页，里面有更多精彩视频等着你的批阅。那么让我们下期再见。